OK， 這是我們的新春特別節目，大家新年快樂。我們在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就是一些購買相機跟鏡頭的指南，但那時候有跟大家說那是一個通則。那今天呢，因為很多人就在下面留言說，那可不可以針對每一年，還是可以做一些就是當年推薦的相機跟鏡頭？那我們在剛過到2026年的時候的直播呢，也跟大家玩了一下，就是讓觀眾來選擇在心中在这2年的相機裡面，大家的排行是怎麼樣？就我們今天加上我自己的一些意見，以及價格這些等等的因素呢，整理了9台我推薦用來拍照的相機，以及正宜呢也推薦了3台新手可以入門呢來錄影的3台相機。那我們就準備開始今天的節目，但是在節目開始之前，先讓我們進一段不可略過的廣告。老師，你上次介紹的 Lumia Neo 除了一鍵修圖之外，也可以調整基礎的參數嗎？在上次合作之後呢，有觀眾這麼問到，這個問題呢，當然是沒有問題的畢竟呢，上次我們是針對這個軟體的特殊功能來做介紹，但其實它基本的曝光啊、暗部啊、亮部的調整、銳利度啊、消除雜訊之類的，當然都是沒有問題的。而它當然呢，也具有遮罩的功能，你可以自己來設定你要調整的區域，而其中呢，也包含了透過 AI 來選取你要調整的範圍。Mask AI 呢，可以更精準的直接讓你選取的，無論是人物啊、天空或者是車輛，不管你是想要偷換車子的顏色，還是針對某個地方的曝光想要做調整，都會輕鬆非常的多。而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紹的另一個特別的重點功能，就是它的均移 RAS 功能，它可以簡單的理解為帶有 AI 輔助辨識的橡皮擦。例如你很喜歡像 Alan Shaler 這樣子乾淨的畫面，你就可以利用這個功能，把環境中多餘的物體呢給清除掉。而第二個呢，比較特別的功能就是 Enhance AI， 它除了可以讓你修復老照片之外呢，也可以幫你自動修正你的照片，無論是降低天空的亮度來突出你的主體，或者讓曝光沒有那麼理想的照片自動修正成大家所熟悉的樣子，可以說是修圖的懶人救星。而在試用了一段時間之後呢，我覺得 Lumia Neo 呢，其實確實非常推薦給沒有時間自己修圖啊，或者習慣使用機身調色的朋友，讓自己的照片呢能夠細緻度呢再提升一些，甚至呢喜歡保留自然色彩。例如，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喜歡哈蘇的用戶，也可以透過這個軟體呢，來稍微增加一點畫面中的明暗對比，在保留機身色彩設定的同時，讓影像更具有張力。看到這裡，如果對於 Lumia Neo 呢有點興趣，那你立刻透過下方的購買鏈接，可以享有獨特的優惠。好，那就讓我們直接進入今天的主題。這是2026年我們推薦的相機跟鏡頭。那我們今天呢有一個但書跟規則，就是呢所有介紹的機種呢，加上它的鏡頭總價不超過10萬元。我知道大家預算有高有低，所以呢我在推薦的時候呢，我推薦的機種的價格呢也是有高有低，等等的排序呢不是照我自己心中的排名。這9台都是我認為還不錯可以推薦的，以及參考了觀眾們投票的結果，還有一些就是2025年年末的時候呢，各家評測的網站以及日本的銷售排行的一些參考的依據，我全部匯合在一起呢，我給出的這9台我認為都還不錯可以選擇的機身，以及我自己的一些 comment。那正宜呢也選了3台，等一下會陸續跟大家分享。那當然呢，在這些相機裡面呢，不包含二手的部分。那因為二手的部分呢，我覺得那個價差 range 會比較大，而且那個真的要講起來真的非常複雜。但如果你有想要購買二手的相機的話，還是照我們之前的建議，就是我覺得挑近10年內都可以選擇。我覺得以現在來說，2014年到16年呢，也有很多款新的相機。那我覺得現在的價格呢可能會不錯，但是這也牽扯到一個很麻煩的點，比如說2016年的時候，富士推出了 X Pro 2跟 X-T2 這2台，我認為很值得購買的相機，但它二手價格呢其實都還是蠻高的，值不值得、划不划算，我覺得就看個人。因為現在很多新機呢價格真的也是蠻低的，大家看今天的 list 就知道。比較困難的就是，因為過去有一些比較經典的機種呢，現在二手的行情比較高，再加上因為新機的可能水貨價格又蠻低的，這樣子一加一減，我覺得可能我們今天還是推薦新機就好了。所以2個規則，一個我們都是以現在還買得到新品的為優先，再來呢總價不會超過10萬塊。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部分。首先第一台呢就是富士的 X-T30 3代，那這一台我覺得在社群上面的討論呢稍微比較少一點，但它絕對是一台非常划算的機種。它在跟 X-T50 相比的話呢，最大的點是它的像素是比較低的，是2600萬的像素。那如果是 X-T50 的話是4000萬像素等等會列進來。那它配上了我觉得富士非常適合入門的 kit 鏡1650 f2.8 到4，公司貨價格 X-T30 3代它有現在富士的基本的性能，有
調色的轉盤，就是該有的東西都有。但是呢，它價格呢只要28600，公司貨的新品，配上公司貨的剛剛那顆鏡頭1650的話呢是19000，所以這樣加在一起呢，大概在5萬塊上下呢就可以買到。你還有非常多的預算可以購買記憶卡跟電池，其他的東西，因為畢竟富士多買1-2顆電池，我覺得是蠻合適的。所以第一台推薦的呢就是 XT33代配上1650 f2.8 到4這個組合，我覺得很不錯。第二台我們推薦的呢是尼康的 Z5 二代配上2470 f4S 這個鏡頭。那這個組合呢，在我們之前有介紹Z5 二代的影片中，我大概有提過。那我們之前有帶他去名古屋拍過。我認為 Z5 二代啊，算是現在2026年入門的全片幅的無反相機裡面，我应該最推薦的一台。然後，畢竟在它這個價位帶呢，它的對手其實也不太多，包含它的握感、它的操作感跟它基本性能，無論對焦什麼東西的，我認為 Z5 二代啊都給足了誠意，甚至我認為它才是真正的就是尼康最適合入門的一台相機。因為畢竟過去 Z5 我對 Z5 評價並沒有那麼高，但是 Z5 二代呢，完全一洗 Z5 這個系列的名號，我覺得它是一台非常棒的相機。那2470 f4S 這個鏡頭，我們之前有特別介紹過，它在過去剛開賣的時候價格是3萬多塊，我認為有點偏高，但是它現在價格呢普遍都在1萬多塊，那我認為它是非常非常划算的。畢竟尼康帶 S 的鏡頭畫質一定都表現非常的好，而且它重量是蠻輕的，所以 overall 來說呢，我認為 Z5 二代配上了2470 f4S 這個組合呢，絕對是現在啊，如果你今天入门想要直接買全片幅的話，它絕對是可以的。你甚至原本是用 Z5 的人，或者是用尼康的 APS-C 相機的人，你想要換成 Z5 二代呢，我覺得都會有很強烈的升級感，因為它是一台完全沒有問題的，甚至我覺得它都有點威脅到 Z6 三代的中階的相機的那種地位，因為它的性能表現真的很不錯，之前有做過詳細的介紹，我們這邊就不多說。那因為它的水貨價格呢很漂亮哦，所以水貨價格呢機身是45500哦，那鏡頭價格呢，如果你是買到那種水貨，再加上它是拆機的組，就是它原本可能 kit 的鏡嘛，大家可能把它拆開來賣，可能就沒有盒子，但是價格呢只要14600，超級便宜。這個組合組起來呢，大概6萬塊不到哦，這完全是一個絕對你可以用很久的一個組合，我非常推薦。在第三台呢是尼康的 ZF 配上了它自己的40mm f2 這個鏡頭。尼康的 ZF 呢，如果今天對於顏值很需求，你就是喜歡有點復古外觀的相機，然後你帶出去第一優先考量就是顏值的話，我覺得 ZF 呢跟 Z5 二代在比較呢，完全就是外形上的差異哦。為什麼会這麼推薦呢？是因為它現在水貨價格呢只要42500，应該是來到了歷史低點。那以 ZF 給你的性能、外觀跟拿出來的那個信心加成這些東西加起來，絕對是值42500那個價格，我覺得完全沒有問題。而且又全片幅的機身質感真的蠻好的，它本身搭配的那個復古外觀的40mm f2 這個鏡頭呢，價格大概6800塊左右，所以這個組起來呢才5萬出頭，所以反而是比 Z5 二代呢配上2470 f4S 這個組合呢再更便宜一點。那我這邊就不會推2470了，因為我覺得 ZF 這個機身的設計啊，它真的比較適合配這種短小的鏡頭，配到2470雖然說也不大，但是呢感覺外觀上就會差一點哦。那如果今天你是實用取向的話，我會選 Z5 二代；那如果你是外觀取向的話呢，我就選 ZF。所以這兩個東西呢，就讓你好好的考慮一下。再來呢，第四台是 Sony 的 A7C II， 配上了2070 f4G， 這個應該算是在這一次這個推薦的名單裡面呢，算是價格比較高的。A7C II 我覺得不用講哦，它到現在雖然說 A75 出了，但因為在這個榜單裡面，如果把 A75 放進去的話，應該爆預算哦，我覺得太難選鏡頭了，所以我還是會推薦。假設今天預算在10萬塊以下的話 ，A7C II 公司貨是54131哦，這個公司貨我看到比較便宜的價格。那2070 f4G 呢，是我最認為我會把 A7C II 呢依然放在2026年的榜單上面的一個理由，就是因為2070 f4G 呢是一顆我非常非常推薦的鏡頭，也是算是我出國拍攝下來我使用最大量的一顆鏡頭。如果今天只能選一顆鏡頭帶出國的話，以 Sony 的這個系統，我一定選2070 f4G， 日常使用、出國使用，然後拍人像什麼都完全沒有問題。很多人會覺得它光圈 f4 太小，但坦白說，以它的重量這些大小全加進去，還有它的價格加進去，我不太會去挑剔這件事情。再加上現在 A7C II 的高 ISO 表現也不錯，所以除了可能在一些真的很暗的室內下比較吃虧之外呢，在大多數的場景下，我覺得2070 f4G 我推了非常多觀眾買哦，我好像沒有看到有幾個人是買了之後後悔的。除了去花2470 GM2 之外哦，大部分人都用還蠻開心的。所以這絕對是現在呢，如果你今天預算足夠的話，想要考慮 Sony 的相機，絕對是值得購買的一個組合。機身公司
司貨大概54000左右，那鏡頭的話大概接近3萬塊，所以這個組合組起來大概是8萬多、8萬5左右這個價格啊，稍微比較高的，但是呢，依然現在還是很推薦這個組合。我覺得旅行上呢，它的體積這些東西也是沒有話講，那體積也算，畢竟也算小的。再來第5台是 Canon 的 R8， 提到 R8 就不用講，因為 R8 真的是很便宜哦，配上了2870 f2.8 這個鏡頭。Canon 的那個2870的 f2.8 價格大概在3萬塊左右，公司貨。R8 的價格呢，現在公司貨來到37900，我覺得以全片幅的相機來說，公司貨 R8 應該最便宜的，這個真的賣的非常非常便宜哦，不到4萬塊的價格。所以如果你完全是一個預算取向的話，那你完全可以選擇 R8。那 R8 的問題是因為它的鏡頭在搭配上，你如果你今天選的是浮動光圈的，可能比較便宜一點的鏡頭，你可以把總預算壓到很低。但我會覺得，就你問我的話，那我會覺得，如果預算可以稍微拉一點點，然後拉到大概6、7萬塊的話，我還是會更推薦2870 f2.8 這一顆，因為我覺得在 Canon 的入門有2870 f2.8 這個鏡頭呢，算是蠻好的。那所以呢，在機身上面呢，預算稍微拉一點點哦，拉到3790，但是呢搭配一個3萬塊鏡頭，其實也是不到7萬塊，我覺得也算是還蠻划算的。剩下再補一點哦，買個記憶卡，買個什麼的，剛好抽到7萬塊，剛剛好。第6台是富士的 XT50，一樣配上1650 f2.8 到4這個組合。這個組合在跟前面的 XT30 3代去比的話，主要差就是差像素。那如果今天你覺得高像素對你來說是有必要的，然後4000多萬像素的話，因為4000多萬像素用起來真的也是蠻舒服的，因為畢竟你有多一點的空間可以裁切。像我現在自己的那個 XT50 上面配的是這個23 f2.8 的一個餅乾鏡，那你有時候想要再裁切一點點，然後稍微入音一點點的話，那有高像素其實還是蠻方便的。那這個也是用來跟 XT30 3代呢去做对比，我覺得唯一最需要去比較的一個點。那這個我就用水貨了，因為它的公司貨就還是比較貴一點。那水貨的話，現在大概落在37600，配上1650這個鏡頭，也是水貨的話是16300，所以加起來其實價格也在5萬塊上下，我覺得還算是蠻划算的。我自己是非常推薦富士的 XT50 這台機種，雖然說現在推出了很多台，你有 XM5，你有 X15， 那但是 XT50 的話，一個好買，再來就是我覺得它整個握感配上個鐵頭的這個手把，我覺得加起來呢，其實操作上呢還蠻舒服的，所以這個是我自己很推薦的一個組合。但當然了，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在富士來說就比較不太喜歡這種更像是過往 DSLR 的這種有軍艦部的造型，那我覺得這是看個人。我自己也蠻喜歡 X15 的，但就沒辦法，我那時候選的 XT50， 我覺得還是蠻好的。OK。第7台是我在今天的這個榜單中呢，唯一完全沒有用過的一台相機啊，算有用過嗎？我在器材才摸過，這也是觀眾們力推哦。這就是如果大家覺得這台有哪裡不好的話，就觀眾們的鍋，因為觀眾推薦的，那就是 Panasonic 的 S9。但我完全可以理解，是因為它現在的公司貨呢也是非常便宜哦，配上了2060 f3.5 到 5.6。其實我自己不是這麼推薦浮動光圈鏡頭作為第一顆鏡頭，但看起來沒有太大的選項哦。那這個光圈稍微小一點點，但是因為配上考慮到 S9 的體積，不太可能去推更大更重的組合。但如果因為畢竟我對 Panasonic 不是那麼的熟，如果你有更推薦的 Panasonic S9 的搭配組合，歡迎在下方留言，補足我的看法上面的漏洞。那它的公司貨價格呢，在63380 2060这個鏡頭的價格是19700。所以這個組合組起來呢，也是不到6萬塊。那我必須說，因為 Panasonic 其他的鏡頭啊，就我自己有搜尋到的鏡頭，我覺得大部分來說都還蠻大的。我不知道搭配 S9 用起來到底手感如何。所以我的想法會比較像是，假設今天你就是想買台全幅的相機，好看，然後呢隨身攜帶方便，然後你可能沒有那麼多換鏡頭的需求，你可能就比較傾向一機一鏡，可能會用好一段時間。那我覺得這個組合就會比較成立哦。那如果你有考慮到一直換鏡頭之類的話，它的感覺就會跟剛剛在推薦 ZF 一樣。如果你今天要換一大堆鏡頭，用望遠鏡頭用什麼的話，我可能會推薦別的機身。但如果今天你就一機一鏡走到底的話，那跟 ZF 一樣，我覺得沒有任何的問題。外觀顏值至上，輕便方便至上哦。再來呢，第8台 Canon 的 R6 2代，我知道 R6 3代已經出了，但同樣的問題跟 A75 一樣，就是包含 Z63、A75 跟
R63的問題都是一樣的，就是這2年剛推出的比較中高階的相機來說，他們的價格呢，我認為配上一個鏡頭都應該會破10萬塊，所以在這個榜單內就不推薦。而且我覺得會買這3台的人，大概也不需要推薦的，該定的都定，該想都想了。真要講，我覺得分不太出優劣，各自有各自的優缺點。那我覺得要硬去拼個你死我活也沒什麼必要，你就選擇你喜歡的就好了。那以 CP 值考量來說的話呢，我覺得现在 R62配上一樣2870 f2.8， 覺得應該是蠻不錯的組合。那現在 R62代的公司貨呢是52900，它的鏡頭呢是3萬塊，所以我覺得 R62配上2870這個組合會跟A7C II 配上2070，它的整個價位的考量上會比較類似一點。那麼我覺得就看你喜歡 Canon 還是喜歡 Sony， 你喜歡 A7C II 這種類旁軸的機身，還是喜歡 R62 那種比較傳統 DSLR 的機身，這個就是讓自己再思考一下。第9台，最後一台呢，沒錯，就是尼康的 Z50 2代。然後這是我們有測試過的相機，那我自己覺得也是比起 Z50 1代呢進步非常非常的多，配上1650 f2.8 VR 這個鏡頭，也就是說現在尼康它自己有一顆給 APS-C 的最高階的鏡頭，就是1650 f2.8， 也是因為這樣子，我覺得 Z50 2代配上這個鏡頭，我覺得完全是夠用的。以一機一鏡的角度來說，那你喜歡尼康這個組合，其實可以用非常多的場合沒有問題，旅行啊、日常拍攝啊，應該都是綽綽有餘哦，就看你覺得適不適合。那它的價格呢？公司貨是機身是28405，那鏡頭是28704。看到都笑了，差一點點，所以大概也是在一個6萬塊左右的價格。當然我必須說，如果今天你是使用 Z50 2代的話，你配它的光圈是浮動的 Kit 鏡，那價格當然會非常非常低。但同樣的，我會覺得，如果今天你就買一機鏡，會用一段時間的話呢，那這個組合我覺得會相當的不錯。以上9台呢，是我覺得在2026年入門，我們今天要拍照的話，我會推薦的。現在還買得到新品的9台相機跟鏡頭的組合，那給各位做個參考。接下來呢，我這邊有3台是由正義來推薦的。我覺得如果今天你要錄影的話呢，這邊有3個組合。好，首先第一台呢是 Sony 的 ZV-E1 配上2070 f4G 的這個組合，這個組合應該算是今天最貴的啊，就是不考慮我的部分的話，全體加起來都最貴的。ZV-E1 的價格呢，公司貨是61731，配上2070大概是3萬塊，就加起來大概就是9萬塊。那 ZV-E1 呢，其實我也用過一段時間，其實現在 Sony 比較高階的錄影該有的規格呢，其實 ZV-E1 都有。ZV-E1 最大的問題可能是在比較高幀率的情況下，可能會有點過熱的問題哦，這個網絡上有非常多的討論，但我們都普遍都還是認為，以一般的使用的狀況，我們不考慮那種真的商用或者是比較專業的，以入門的角度來說，它機體防手震的效果，然後機身內件風格外觀的效果，都還蠻推薦給新手入門錄影來用，就覺得確實是不錯。那接下來第2台呢，是 Canon 的 R50V。配上 Sigma 的1740 f1.8， R50V 也是我跟正義都有用過，然後我們自己都還蠻推薦那台相機。我覺得其實 R50V 要拍照也是可以，只是因為它真的太針對錄影去特化了，所以我沒有列到我自己的表單。但 R50V 我認為是一台蠻優秀的相機哦，尤其在錄影上面。那 Sigma 的1740 f1.8 當然不用講了。我覺得有一個部分是因為正義比較年輕哦，他推薦的東西這鏡頭應該是蠻重的哦。那我相信在錄影上面呢，這個鏡頭的焦段變化呢，搭配 R50V 應該是蠻好用的。那公司貨的價格呢 ，R50V 是21900，鏡頭的話是27241，這樣組在一起呢，其實也在5萬塊以下。我認為呢，這搭配一些配件來使用的話，應該會是還不錯的入門的一機一鏡的組合。最後一台呢，當然是尼康的 ZR 配上2470 f4。那 ZR 現在價格我覺得算還蠻漂亮的哦，而且它是一台我覺得很新穎的相機。那畢竟它是這次跟尼康跟瑞的合作之後推出的第一台相機，蠻讓人期待未來的這個產線下其他會發展出來的相機會長什麼樣子。我猜第一台有點試作型，但普遍大家對它的評價都還蠻高的。我們暫時還沒有機會好好的去嘗試，希望2026年的今年呢有機會去試一下這台相機。ZR 價格公錯是64880，鏡頭呢跟剛剛一樣。如果你今天呢想要扣點預算的話，水貨的話是14600哦，所以公司貨搭水貨這樣組起來呢，價格還是可以壓在大概在8萬塊左右。那我相信ZR在用起來應該會還蠻舒服的。更多詳細的資訊呢，因為目前我們還沒有測ZR，你可以參考一下其他人的頻道，應該蠻多人都已經有做ZR的一些比較深度的介紹，可以參考看看。所以以上呢，
總共12台相機，9台否拍照，3台否錄影，這個組合呢，希望在2026年的新春推薦給你。如果拿了紅包，或者是剛發完紅包還剩下一點錢的，無論是哪種狀況，都可以衡量自己的預算。如果2022年想好好的買一台相機鏡頭來拍照的話呢，以上給大家當個參考。那當然，實際上價格還是麻煩大家自己在網絡上查一下，或者在店面實際上詢問一下。畢竟網絡上價格有高有低就不要就是以這個價格我要找這個價格或怎麼樣的，這個大家自己看着辦。OK， 那我是道此，我們說 OK， 大家新年快樂，我們過完年見，大家拜拜。